范云，城主，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啊？城主，民女有一件事情想要向你禀报。民女，你突然这么叫，我还有点不习惯呢。我出齐府这么久了，总要有些样子和规矩吧。哎呀，这些都不重要，我真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。客栈坐地起价，很多赶考的寒门学子都住不上客栈，他们只能露宿街头。若情况属实，必须严查。城主，我觉得还不止客栈，赶考生涉及到衣食住行，其他地方也要细细查看。范云说的是，如果情况属实，请城主一并处理。那，你有别的话想跟我说吗？哦，有。这些事情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，所以找了高然他们帮忙。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吧？就没别的了？其他的就没有了。哦。城主，我们调查回来了，各家食肆仅供指定餐食，宣称省时省力，实则降低菜品，变相加价。那些个卖假题的贩子，冒充私塾先生，能坑一个是一个。还有文房店的笔墨纸砚以及一些书籍，都涨了7、8倍。各城船运、陆运、牛车、马车运力紧张，为了能按时来临安赶考，考生们几乎花光了盘缠。对。牛车、马车、驴车拥挤不堪，那好好一个书生全被挤扁了，可惨了。岂有此理！没想到选试竟成了倾轧百姓的手段。城主的本意根本就不是如此，这样下去只会失了民心。城主，我倒是有一个法子。上司江书大人听令。微臣听令。选试在即，此举是为了9城招纳天下人才，乃重中之重。而这一次的选试又与之前大不相同，其参试人数、规模以及地域范围，皆乃史无前例。为了保证这一次的选试顺利进行，现在我颁布几项政令。第一，例如书籍、笔墨纸砚等与选试相关的物品，严禁坐地起价。更要严加管控以事前指点为名的压口试卷，一旦发现有任何漫天要价的行为，应当重罚。第二，为了方便各地学子赶考，设立选试专院，考生只要凭借选试和考牌，皆可免费搭乘到考院参试。第三，此次环峨楼自愿免费开放给考生住宿，考生只要凭借考牌，最多可携带1名陪考成员入住。若条件允许，考生还能自备食材。酒楼、客栈等都应该免费开放厨房，保证考生们的住宿条件，让他们发挥最好的应试水平。臣领命。你还是不开心吗？没有啊。还不告诉我？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有什么难过的地方，或者想宣泄的，但凡你想骂城主，或者你想哭一场，我都陪着你。摇头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就是觉得，之前一直在冲着一个山峰努力地奔跑，可是你跑着跑着，突然有人告诉你，这个山峰不见了，所以我只是忽然间失去了目标，感觉心里面有些空落落的而已。而且我也相信，城主他肯定已经尽力了，所以我为什么要骂他呢？等等，我好像想到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如何让你开心了。
重新做回你的夫人。啊？对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以前在齐府的时候总爱笑，可是现在不能选士的话，只有这一条路了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你们家也太破了，尤其那桌子。我要是你啊，我也不愿意在这待着。怎么样？我这提议不错吧？那儿怎么围了那么多人啊？我们也去看看吧。9大贵族的介绍妇孺皆知，各位看官怕是已经看腻了。今儿就给各位讲点新鲜的玩意儿。哎，咱们这回书啊，得从13年前仲子夺嫡开始。13年前，先城主驾崩后，仲子夺嫡。这刚安盛几年的九城，再次陷入了这纷飞的战火当中。而先主身边最主义、最优秀的齐二公子，遭人陷害，流放途中遭人暗杀，这是生死位，凶多吉少啊！而那几名觊觎主位的哥哥们呢，打来打去，两败俱伤，结果反而被一个最没有本事、最孱弱的小儿子齐征，落得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成为新一代的9城共主。可这个齐征啊，也不见得有多威风，连这个先主一手组建的暗卫组织都没有宣誓效忠，可谓是孤立无援，踽踽独行。哎，虽然说这个齐征运气好啊，成为新一代的城主，但这个草包披上华服，毕竟不能成为金包银包啊。更何况他这个人心高气傲，自视甚高，于是肯定免不了被吕大人、郑大人联袂双打。这是打了一个竹笋炒肉，吃的爽利啊！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因为一个女子的出现，发生了改变。他与城主在一棵凤凰树下相遇，带着城主微服私访，体恤平民百姓的心酸，并且还鼓励他一定要身当其位，当谋其政。纵使遇到千难万险，都应该昂首向前。正是在这位女子的鼓励下，齐征呢，真的有了信心，担起了城主的责任，努力成为一名9城共主，成为一名为百姓着想的贤主。而这名女子呢，身为城主的夫人，城主的挚友，城主的利剑护盾，始终辅佐在他身边，但他却一直没有办法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。今日暂且说到此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若你泪如花，可否带着爱？为谁把眼泪悄悄掩埋？大家书都听完了吧？那回去吧。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城主内心有多么希望帮他实现他的抱负。但是道阻且长，城主可能让他失望了。齐征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那你怪我吗？
当然不会。变革怎么会一蹴而就呢？肯定是要一步一步来的。而且，城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至少现在那些平民学子都有了晋升之路，这就说明你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至于我嘛，我确实有一些失落，不过我的身边不是还有你吗？所以我们更不能因此而放弃。我不能放弃，你也更不能放弃。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认为女子不能为官的话，那还有谁相信呢？所以范云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再试一试，好吗？嗯，好。不好了，外面出事了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走着走着，突然被人撞到了，我的选士牌就不见了。他就比较倒霉了，选士牌被人抢了，还被人打成这样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公然抢选士牌，破坏选士？小心点，来这边，跟我去拿药。好，好，跟我来这边。来，这是你要的药，来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拿另外一个药给你们。用这个吧。这是我们家乡秘制的膏药，可以试试。真的吗？谢谢你啊。来，忍一下。好了。你们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休息啊！好，谢小姐，谢公子。走。小一郎，你身上没有受什么伤吧？哦，我没事。久仰先生，甜心这厢有礼了。小一郎平日里说话都是这么掉书袋吗？而且，你怎么知道我是？是同伴说，是位女先生，经过不让须眉，不仅专门为平民学子设立私塾，还教书10里，文采斐然。听说还教过城主呢，是这9城最好的先生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对了，我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呢。在下甜心，也想拜先生为老师。甜心，您还是叫我小一郎吧。好，小一郎。那我也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吧，我叫范云，有机会多切磋学问就行了。小一郎，我还有点事情在身上，那下次找你茶叙吧。先生慢走。你是说，抢选士牌的是一个叫影沙盟的组织？是的，影沙盟曾是流窜于山野的悍匪，善打劫掳掠、跨城运输商品的商队，皆身负高额赏金的悬赏令。看来有人想雇佣影沙盟来破坏选士。蝴蝶也正有此猜测。我知道了，蝴蝶，如今一众考生都暂住在环峨楼，出了此事，还是要多加防范才是。你好大的力气啊！
奇怪了，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屋子里面，你锁门做什么呀？啊，你看看，是不是撞红了？帮我吹吹。这屋子里面怎么多了一种香粉的味道啊？香粉？啊，没有啊，你的吧？胡说，我今日可没有涂香粉。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蝴蝶姐姐身上的味道。你们两个，该不会是？绝无可能，绝无可能！你这么紧张做什么呀？还说没有？那这是什么啊？吃醋了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看你是刚刚撞了一下头，把脑袋给撞傻了吧？哎，不跟你闹了，这手帕呀，的确是蝴蝶的。但你不想知道他来寻我作甚吗？不想知道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。当然，我听说你们今晚在和楼。让我看看。不用了，你一个女儿家，半夜进男子房间本来就有损清誉。你，我看看。伤口真丑。刀口入肉半寸，还好没有伤到筋骨，但你得先用清水清洗一下伤口，以免伤毒生发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看得见吗？我不习惯别人帮我。你会习惯的。我不。你要。好啦，这个天杀跟影杀盟，幸亏没有碰到你这张脸蛋，否则的话，本姑娘一定追杀他们到天涯海角。回答小姐，不觉得以貌取人有点偏颇吗？不看脸，那看什么？有些人啊，相貌堂皇，实则杀戮成性。
有些人美艳娇柔，但是心如蛇蝎；但有些人相貌丑陋，却忠心耿耿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不在少数。人心会变，可是样貌天生地长，生是什么样，长就是什么样。我还是喜欢长得好看的。太肤浅了。长得好看的人就不能为贼为寇吗？长成你这般模样，就算再坏，也坏不到哪儿去。你真的了解我吗？我不了解你，但是我能感觉到。魏大小姐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告辞。哎，这是你的房间。什么情况？哎，你别动，让我来。我城主，城主，你没受伤吧？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城主。这就是你说的计划呀？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呢？那我总不能让城主跟着我一起犯险吧？那你也不能犯险。不行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哎，不行，城主，我不能走，我得留在这儿，陪他们一起住。你说什么？其实说来也奇怪，我试探过了，我总觉得那些影沙盟不敢伤害我。别动！那跟你想要住下有什么关系吗？你想啊，如果是真的的话，那我留在这儿不就能成为他们的保护牌了吗？这就是你想要做的事。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平民选士，可以为九城采贤纳士，说不定这里面可以出现一位改变九城命运的人呢。所以，我得帮助城主护住这些九城栋梁才行。我知道你想帮我，可这里真的太危险了。好了，城主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一定不会出问题的。那有个前提，我必须让护卫军留下，护你周全。等，齐章，齐章，你怎么走得那么快啊？你这今日过来，也不打声招呼啊？你找我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还有事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怎么啦？你这心情不好啊？那好吧，那既然你心情不好的话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啊。去兜一圈，完事之后再送范家小姐回环娥楼。兜一
一圈去哪儿？去哪儿兜一圈？哎哎。哎，为什么要再绕一圈啊？齐正，你在闻什么啊？你身上有股污浊的男人之气。男人之气？哎，好像是啊。你这样今后我在扮男装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更不容易被人发现了？你居然还气我！好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给。这是什么？静气凝神的安神茶，免得你被那污浊之气扰得睡不着觉。你大老远跑来，就是为了给我这个？是啊，就是想让你心定一定，免得你上头。切，真的啊？嗯。你要干什么？别动！我闻你的身上倒是挺香的吧？我超凡脱俗，体香而已。是不是有什么香囊啊？没有。真没有啊？没有。真没有啊？没有。真没有啊？没有。真的没有啊？真的没有啊？你不给我，我就自己拿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就说有香囊吧，刚刚我就看到了，你藏也不藏好一点。这不是给你的。蟾宫折桂，还说不是给我的。好香啊！哎，是我之前想要给你的，我还专门给你去求的。你还信这个啊？那可不是嘛！之前以为你会进考场，我就特别紧张，总感觉要给你求些什么，保你顺遂。就说不要信这个吧，你还是还给我吧。啊，既然是你给我求的，那就是我的了，谢谢啊。我是怕你看见难过。反正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嘛。这是你的心意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环峨楼到了。怎么？我刚想了一下，那枚香包，我是暂时借给你的，之后记得还。罢了罢了，你这个人小里小气。什么？我走了。哎呀，城主把白参叫来荒郊野外，可有什么急事？白参？哼，你可真会自谦啊！手握峻云阁、影沙盟2大势力，在这9城之内，怕只有你这个白参能做到了吧？不知城主何意，但刚巧范云跟我说，他的刀不会指向无辜的平民。他的想法，也就是我的想法。你是郑大人最器重的孙子，若能为我所用，的确是个人才，我自然乐见其成。但可惜我这个人吧，最讨厌就是强人所难。你或许会有自己的办法，能让9城的百姓吃上饭，赚到钱。但对于9城来说，却未必是件好事。
我身为城主，还是得提醒你一句啊。但凡发现任何伤害九成的事，必查必究。到时候，无论你是正室、正公子，还是正家，凡有牵连，罪无赦。穿得这么寒酸，也想跟我们在同一个考场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更过分的是，这还有一个孩子呢。看来我被当成奇珍异兽了。只要你自己不这么想，别人的话就永远都伤害不了你。严大人，严大人，魏荣，你哥还给我打赌，说你肯定不会来。他根本就没了解过我。不愧是魏荣。你就是魏荣，你和严大人是什么关系？严大人怎么会与义士交好？严大人才学多识，定是有他的考量。
城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日没去考院吗？这考院里啊有考官，可你身边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说话的人。我就是觉得呀，如今的你，应该比考院更需要我吧。大家进来都是废寝忘食、挑灯夜读，希望他们都可以考出一个好成绩。那你呢？你跟大家一样辛苦，却没能进入考院参试，真的不难过？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早就不难过啦。哎，那好吧，就知道你喜欢逞强。亏我还辛辛苦苦跑了一趟梵音寺，求了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这一次虽然没能进入选试，成为官员并不是没有办法。城主，你找到办法了，不用再等到明年了吗？